你好，那個我餓的時候沒錢吃飯，能不能隨便給我弄點麵啥的？我不是老闆啊。哦，好的，抱歉。哎姨，那個我沒錢吃飯，能不能就隨便給我點啥讓我吃？哎，謝。剛知道老公失業的那一個月，我感覺我整個人都垮了，因為老公的收入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，突然沒了工作，感覺天都塌了，每天無心帶娃，飯也不想做，有時候坐着發呆都能夠掉眼淚，就這種狀態持續了大概1個月。後來慢慢逼着自己冷靜下來，才逐漸意識到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，只有接受現實，想辦法改變現狀才可以。如果你目前失業，暫时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给我去创业。我身边也有几个真实案例啊，就很多朋友也是中年失业，然后呢，他找了很久的工作都没有找到，他觉得那就不干了吧，自己做老板，他自己去做了实体，开了一些店啊，形形色色都有，奶茶店啊、咖啡店啊，还有就是这个饭馆啊，基本上都是全军覆没的，投資從幾十萬到100多萬，甚至有一個朋友投了200多萬，開店都不到半年、1年的時間都關掉了。博主不禁感嘆，要知道這100多萬如果留在手裡，不折騰，不盲目投資，在家裡吃吃喝喝，足夠你安穩過上好多年。當前的大環境實在太殘酷了，有時候躺平反而成了一種自我保護。可怕的是，你越努力越拼搏，到頭來反而虧得越多，直接從創業者變成了負債人。又出門了，隨機找個老闆要頓飯吃。你好，老闆。是我來分享找工作的，但是身上錢花完了，沒有錢吃飯了，看能吃個東西不？行，一個做的可以啊。可以。謝謝你啊，謝謝。老闆，你們是奉縣人是吧？我老公是你們是不是之前也遇到過？我一說你就答應了。真有。謝謝。全出門在外嘛都有難處啊，有時候。今天我來教你們如何在大城市找到免費吃飯的地方。博主說，如果想在大城市裡找到免費的食物，最穩妥的地方就是市區那些大型超市，因為這些超市幾乎都有試吃點，種類還不少。到了超市之後，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到試吃區，嘗一口這個，再試一口那個，沒人會覺得你突兀。我們還可以去像麥當勞這種快餐店，我們進去之後可以先找個位置坐下，可以一邊玩手機，再一邊觀察周圍的情況。只要等到有用餐的客人離開，我們就可以趕緊走過去，看一下還有多少剩餘的食物。就比如像薯條這種乾淨的食物，我們可以直接放心的去吃。但是如果像這種被咬過的食物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咬過的地方給它去掉，避免自己會吃到客人的口水，從而造成交叉感染。中國經濟的寒風越吹越冷，隨着外企撤離、民企倒閉，整個社會正陷入巨大的生存困境，無數普通人面臨斷炊危機，甚至連最基本的生計都成了問題。過去被視為失業後最後退路的靈活就業，如今早已人滿為患。所謂的鐵人三項，送外賣、開網約車、當快遞員，以及吉祥三寶、保全、保潔、保姆，都被大量湧入的失業人口擠得水泄不通。其中既有前白領，也有剛畢業的大學生。結果是網約車司機的時薪一路下滑，外賣單價越來越低。甚至有些城市不得不發布外賣員飽和、暫停註冊的官方公告。這意味着，即便願意放下身段、靠體力換收入的人，也越來越難養活自己。40歲被裁員，你會怎麼辦？經歷1個月沒有找到工作的鄭師傅，選擇送起了外賣。時間可能又有點趕了。一起看一下他是如何過渡職場危機的。之前是做什麼工作的？我之前是做醫療軟件售後，剛開始學軟件開發的，但是後面就是轉到售後去了。什麼原因離職了呀？就是公司裁員嘛，一個年紀大了，再一個就是可能這個學東西的這個能力確實跟不上別人年輕人。鄭師傅表示，
因為背負着房貸壓力，他才不得不選擇送外賣維持生計。在他看來，送外賣雖然辛苦，但他都能夠忍受。他最擔心的是自己每天為了多接幾單，趕時間送餐，不得不騎得很快，長期奔波在車流之中。他最大的隱憂就是哪一天在送單途中發生意外。鄭師傅坦言，他知道自己有時騎車速度過快，但面對生活的壓力，他似乎沒有太多選擇。45歲80後，失業在家第17天。人一旦失業，最先看透的就是現實有多殘酷。沒了穩定工資進賬，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坐吃山空。從前大手大腳花錢的日子徹底結束，現在每花1分錢都要在心裡反覆盤算。上班有收入的時候，總想着提升生活檔次，換大房子，開好車，跟風買各種物品，慾望越來越大，不知不覺掉進消費的圈套，活得又累又緊繃。博主坦言，直到斷了收入的那一天，他才猛然醒悟，人活着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物質，簡簡單單的過日子花不了幾個錢。當你身處人生低谷時，主動進行消費降級，才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。裸辭1年的我用經驗告訴你，如果你暫時找不到工作，焦慮又迷茫，那你有好這3招可以幫你破局。作為剛剛裸辭1年的過來人，我想把自己摸索出來的經驗分享給大家。第一步就是認清自己，了解一下自己這個年齡所擁有的技能、學歷，能為自己爭取什麼樣的機會。找不到工作的時候，千萬不要慌，更不要幻想有貴人突然出來拉自己一把。第二步，學習相關技能。我在裸辭這1年去學了花藝、攝影、剪輯，幫別人拍1個月視頻3000元。老了沒錢真的太可憐，少壯不努力，中年就危機四伏，中年不打拼，老年只剩凄涼。年輕人再難都有工作機會，月薪8000找不到，5000的有，5000沒有，3000的也能找到。可老了呢，連1000塊的活都沒人要，這時候退休金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。哪怕每月只有1000塊，你也不用去翻垃圾箱撿菜葉子吃，不用伸手向孩子要錢，不用看兒女臉色，這就是有尊嚴的老年生活。這是我失業的第1年零3個月，沒有任何收入，房貸月供11000，日常生活養孩子6000，存款已經降低了，完全靠信用卡生活，信用卡額度也快要被刷爆了。目前借了親戚15個，這個需要在年底前還上。信用卡欠款20個，等信用卡刷空，馬上就要斷糧了。這幾天想着去辦理信用貸，結果沒有工作，沒有社保，沒有公積金，基本上辦不下來。如果你現在沒班上，也沒有收入，千萬別擔心，你不是一個人。其實我也是離職才知道，大部分失業的人狀態都是這樣。之前我以為2個星期不上班，只是很長時間了，但最近有很多姐妹跟我私信，我才知道有半年沒班上的，甚至1、2年不上班的人也有很多。所以幾個月不上班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，人生不過3萬天，生活不是只有工作。再想一下，未來還有幾十年的工要打，如果沒有班上，那就好好休息，靜下心好好規劃一下今後，也可以去做一件曾經很想做但沒有時間做的事情，多給自己一些信心。反正咱還年輕，一切都還來得及。今天教一下大家怎麼在大城市免費過夜。首先我們要找到24小時都營業的地方，在這個地圖上搜索就可以了，比如麥當勞、肯德基、24小時台車廳或者麻將館、24小時便利店都是可以的。我們這裡以麥當勞為例，在搜索的時候一定要看一下地圖上有沒有標記24小時營業，然後找一個離我們最近的地方走過去。進來的時候也不用緊張，找一個地方我們先坐下來，口渴的話也是可以找漂亮小姐姐要水喝的，很多店裡面都是可以免費喝水的，喝飽以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。兄弟们，如果你失業後錢包空空，還要撐起一個家，你該怎麼辦？今天我又來啃老了。結婚10幾年，我家裡吃的肉從來沒在外面買過，全是岳父岳母送的。扎心的是，去年老丈人查出了肺癌，還好發現得早，手術化療後病情穩住了。就在這時候，他知道我創業失敗，居然要把同樣的房子賣掉給我創業，我肯定不同意。老爺子現在還在康復期，手裡沒點餘錢，他怎麼辦？博主說，幸虧岳父早些年買了保險，這次生病住院前前後後花了不少錢，好在保險公司承擔了大部分醫療費用。正因為有保險兜底，才讓一家人減少了經濟上的壓力。如果你失業沒收入很焦慮，可以先做這3件事。第一，如果暫時沒找到合適的工作，可以先找點別的事情，發展副業，比如學做自媒體，
一部手機，一個支架足夠。互聯網時代，只要你把握住，成功不會很遠。第二，學習相關技能。我有個朋友離職靠拍攝剪輯接單，一個月收入也遠超主業，有一技之長，或許也會改變命運。想知道大家今年都窮成什麼樣子了，讓我心裡平衡一下。我先說我今年1分錢都沒有掙到，還往裡面搭錢，因為已經失業整整6個月零10天了，每個月還要硬扛1000多的生活費。像我這台破車，半年來就加了2次油，總花銷380元，保養提示都閃瞎眼了，我也愣是沒去。以前花錢也是大手大腳，也不知道存錢，今年真的是一件衣服也沒敢買了，再這樣耗下真的快撐不住了。這個月要是再找不到工作，我真的要喝西北風了。大家好，新的一天，新的開始。失業第4天，我終於學會了，好好存錢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底氣。今天準備去辦離職手續，早上醒來已經是上午10點了，簡單洗漱一下，準備去吃早午餐。點了一份米粉煮牛肉，味道還不錯，加點小料，依舊是我愛吃的味道，全部乾光光。下午到公司辦完離職手續，全身心放鬆，終於自由了。回家準備晚飯，今天就不買菜了。很多姐妹好奇，我失業快2年了，沒有收入，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？今天就把這2年的賬給大家算個明明白白。我是94年的河南女孩，20年研究生畢業就來了杭州，24年年中被裁，工作4年，艱艱苦苦，一共攢了30萬。失業之後，我先把原來3000多一個月的一室一廳換成了一個偏一點的安置房，房租自己砍到了1000出頭。再說到吃，以前上班我每天點外賣差不多要花50塊錢，現在基本都是自己在家做。我每周會去一次菜市場或者盒馬。在我們沒有失業之前，我認為我們就應該提早的去做好失業規劃，去找到自己能幹的副業，不管賺多少錢，擺攤也好，像我現在一樣去做自媒體也行。我前幾年做副業其實也是擔心自己有一天會失業，現在回頭看，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。第二點是，一旦真正失業，在沒有辦法改變你這個失業的前提下，擺正好你的心態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心態決定了你接下來要做的事兒。失業後期間最可怕的，就是得再一次去體驗從期待到麻木的面試，到最後甚至到公司門口了，還在猶豫是否參加當天的面試。也許是害怕再一次被審視後的拒絕，或是重新進入職場開啟下一個循環。總之，我沒有印象那個門鈴。北京2環外的一家大型購物中心，最近在晚餐時段出現了罕見的冷清景象。原本應當最熱鬧的餐飲區，如今不是關門停業，就是艱難支撐。北京博主忐忑的可樂餅在最新發布的實拍視頻中，展示了位於3環內2環外的商業綜合體新年華的現狀。視頻拍攝於晚餐高峰，但商場裡幾乎看不到人影，不少店面早已關門倒閉。即便仍在營業的餐廳，價格並不高，一份套餐30-40元即可，但顧客依舊寥寥無幾。商場內不少廣告位已停投，部分樓層空蕩得讓人心裡發涼。除了兒童培訓機構和電影院還有一點人氣外，其餘商戶普遍經營慘淡。博主感嘆，從鼎盛到衰落也就7-8年的時間。值得關注的是，餐飲業的萎縮並非孤立，許多商業綜合體都面臨類似困境。當實體店艱難求生時，地攤經濟卻在迅速膨脹。近期，做二手餐飲設備回收的網紅博主狗哥的視頻在社交平台上引發熱議。他表示，如今全國從事擺攤的人數已經突破了3000萬。與10年前以低收入群體為主的攤販不同，現在擺攤者背景更加多元。有人曾是餐廳老闆、房產中介、電商賣家、教育培訓從業者，甚至外賣站點負責人。有人認為實體店與地攤是在爭奪同一批消費者，是地攤擊垮了實體店。不過分析認為，真正的問題並非地攤越來越多，而是民眾的消費能力不足。在經濟不斷下降的情況下，高投入、高成本的實體店往往最先撐不住。而地攤經濟升溫的背後，是不斷加劇的就業壓力。房地產、互聯網、教育培訓等行業持續收縮，許多從業者被迫轉向門檻更低的靈活就業，包括外賣、網約車和擺攤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人分享自己轉行擺攤的經歷。
有人甚至將其視為普通人翻盤的最後一次創業機會。然而，当這條低門檻的賽道擠滿了人，新的內卷也無可避免的到來，出現了人越多利潤越薄的惡性循環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